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EC300 系列 CPU 的一个 OPC UA 的通信。我们将 EC300 CPU 作为 OPC UA 的一个服务器。OPC UA 通信可以将 CPU 的数据送到 HMI 人机交互界面，还有这个 SCADA 系统，主要是跟三位机的一个通信。下面我们通过编程软件进行一个实操介绍一下这个 OPC UA 在编程软件里面是如何配置和组态的。我们双击打开编程软件，点击新建工程，选择一个合适的目录，点击确定。选择合适的 CPU 型号，这里 CPU 我们准备了这个 CPU， 这个 CPU 使用的是 AEF2。这样我们一个简易的工程就建立好了。我们在应用当中添加，左键选择 Application 应用，右键添加对象，我们添加全局变量列表，这里可以随意起一个名称。然后在全局变量里面定义变量一，类型为布尔型，变量2类型为 int， 类型变量3
为 byte 字节型变量，变量式为 word 字类型，变量5为 dword 吧，变量6为 real 型，变量7为字符串型吧，ing，变量8为of int 吧。变量8为一个数组类型，这样我们定义了几个变量，在全局变量里面定义好了8个变量。定义完了全局变量以后，我们需要做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我们需要添加符号配置。符号配置里面，这里我们需要勾选这个支持 OPC-UA 特征。勾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的变量才会通过 OPC-UA 进行传输。点击打开，然后我们就添加了符号配置，编译一下。编译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符号配置里面没有找到全局变量，那是因为没有找到全局变量的原因是因为全局变量在程序里面没有使用。现在我们再把它复制一下，我们在程序里面对全局变量进行一个调用吧。我们在程序变量里面我们在程序的变量声明区里面声明相同的变量，对它进行一个调用 ，eval 点这个等于这个变量 eval 点变量2点变量2等于这个变量，把它拷贝下来，以此类推。我们建立了8个变量，对8个变量都进行一个调用。5、6、
前面的这部分这部分都是全局变量，后面的这几个变量都是程序的一个局部变量。这样我们就在程序的代码区，程序的这个代码区对全局变量所有的全局变量进行了一个调用。调用完了之后，我们编译一下，这样就出来了这个全局变量选项。我们打开全局变量，点上勾，点上勾以后呢，这几个变量就可以通过 OPC-UA 进行一个传输，下面没有点勾的这个变量是没有办法进行传输的。那么这里有个箭头，访问权限，这里的箭头指的就是说访问的一个方向问题。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个双向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变量上位机可以给它写，也可以读取这个数据。我们变为单向的话，那就只能读取。我们变为往下的这个箭头的话，那么上位机可以写这个变量，可以改写这个变量。对，向上箭头的话，上位机只能读取；向下箭头的话，上位机可以改写。双向的话，那么上位机既可以读取，也可以写这个变量。配置好以后，我们将程序下载到 CPU 当中。确定，将程序下载到 CPU 当中。点击启动。这里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工具 ，OPC-UA 的一个三位机工具，我们双击打开。在这里有一个 server project 下面的 server 服务器，然后呢，左键选择，右键，然后添加。我们点击这里的 advanced 或者 discovery。discovery 的这个地方我们选择 custom discovery， 然后 discovery custom discovery 下面的添加，双击这个double click to add server， 然后输入 IP 地址和端口号。我们这里的 CPU 的 IP 地址是 192.168.145.105， 我们填写192，切换英文输入法 192.168.145.105 冒号，输入端口号 OPC-UA 的一个端口号4840，点击 OK。打开，选择这个，
这是我们刚刚添加的一个设备，然后可以通过箭头打开，这是我们的设备，选择以后点击 OK。然后点击我们的设备以后，这里有个连接我们的设备。没有连接上，我们将这个设备删除 ，remote 移除，再添加一下，我们选择 advanced 这个选项，然后输入我们的 IP 地址，端口号4840，点击 OK， 选择右键单击连接，这样我们的设备就连接上来了。打开，这就是我们的设备名 Lycos PLC M02， 找到应用，我们的应用在这里，在设备下面放了一个应用程序，应用这里，应用下面有一个全局变量，那么我们就在相应的应用下面找到 global varies 就是那个全局的一个变量，打开这个 global varies， 打开，这就是我们所创建的这8个变量，也就是我们在全局变量里面所创建的这8个变量，然后我们双击它，拖过来，选中拖过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变量，就是拖到了这个监控区，我们就可以监控这个数据的一个值。下面我们通过软件实操，也就是我们改变这个值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值，变量的一个值。我们将这个全局变量 global varies 这个变量1变为 true，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OPC-UA 三维机的一个测试软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量变为 true， 我们给它写一个23、24、25、26、27、编好值以后呢，我们通过在线，不对，应该通过调试写入值，然后我们在这个字符串里面写一个字符串吧 ，Lycos 这样子，然后调试写入值，有了一个 Lycos， 数组这个地方我们随便写几个值吧，对，写几个值，然后我们将值写到这个变量里面，然后我们通过 OPC-UA 的一个监控的三维机测试软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值有所变化，这里有个 Lycos， 这个数组里面的具体成员那个值也跟着在变化。那么这个就是 PLC 的 OPC-UA 通信实现的一个流程，
首先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局变量，先退出一下。首先是我们要建立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建立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用户程序里面对全局变量进行一个调用，调用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在这个应用下面添加对象，这样子添加这个符号配置，添加完了之后，我们需要编译，找到这个全局变量，然后对全局变量进行一个勾选。只有勾选了之后呢，我们的三维机才能去读写它的这个变量。如果不勾选呢，我们的三维机是没有办法去勾选的。那么这个软件呢，我们是我们 OPC UA 通信的测试的一个三维机一个测试软件。OPC UA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人机交互界面 HMI 还有这个 SCADA 系统来读写这个 CPU 里面的数据。那么 CPU 的这个 CPU 端的配置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置流程。那么 OPC UA 通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